不管是小难过还是大忧郁，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对吧？今天要来分享33个解除莫名疲劳和心情忧郁的方式，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。Hello guys， 我是内科乌喵，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。今天要推荐的这本《我们都有小忧郁》，原本只是在 IG 上分享，结果被小猫们疯狂敲碗。你们到底是有多懒？这种书我都拿来上厕所通勤，还有在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像现在的时候看，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图文解说，文字也没什么深度，比较像是工具书的概念。等一下，乌喵。放松也需要人家教吗？原则上，在正常状态下，人脑会自动找放松模式。大脑是一个最节约耗能的器官，能躺绝不站。放松看影片，优先找搞笑无厘头的内容，因为取悦自己是一件非常本能的事情。问题是，如果今天卡在一个非常糟糕的低潮情绪内，连呼吸都忘记的状态下，怎么会记得要如何放松自己的疲态呢？尤其是忧郁发作的时候，更是会有这种状况，钻牛角尖，有时候就卡在一个点出不来。这时候找个方式让自己舒缓一下。这种书从以前就很多，像我手上这本《少一点难过练习簿》，完全没有内容，只是要你依照上面的指示填写，目的在引导思考逻辑，跳脱负面漩涡。其实忧郁象限图也是相同的概念，建议大家可以在心情还不错的时候，先想想自己的象限图长什么样子，等到真的发作的时候，拿起象限图来瞧瞧自己到底适合怎么样的方式放松，才不会一直停在一个死胡同内哦。那么究竟什么是疗愈象限图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把各种娱乐行为从效果好到差，简单到难，做出4个简单又效果好、简单但效果差、困难但效果好、困难且效果差的4个分类，并且依据自己的情绪指数和行为分类所有的娱乐，在 IG 上完整列出书中提到的33种放松法则，以及我自己的疗愈象限图。你的一定跟我的图长得不一样。像作者觉得养狗很简单，对我来说养狗就异常困难，我甚至不会有养狗这个选项，因为我怕狗，尤其是小型犬，马尔济斯会狂叫的那一种，我真的很汤。所以接下来我会从作者的这4种象限各分享1种我觉得很值得拿出来讨论的行为。首先是简单又效果好的行为，睡觉。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，共通点都是脑袋停不下来，一直转。睡觉不只能帮助大脑停止过度运作，更能直接性的逃避现实。此外，睡眠对于人脑来说的好处足繁不及备载，不只是促进发育、提高免疫力、增加造血机制、消除疲劳、延缓老化，还能提高智力，真的是连考试都考100分啦！毕竟大脑运作需要大量耗能，如果得不到充分的休息，真的会直接影响处理事情的能力。但忧郁患者最大的问题就是睡不好，恶性循环之下反而让事情越来越糟。所以当你有点情绪，不知该如何安放，也许睡一下会是个好选择。不过要小心，不要睡太多，又会让作息大乱，对身体也是另外一种负担，很不好。所以学生时代养成午休的习惯，其实是在放松一整个早上脑袋的运作哦。简单但效果差的行为，花钱购物。记得我去年1整年进行的不消费的1年的挑战，确实是在物质上有比较节约。可是我没说出来的是，去年1整年我真的比较容易情绪失控。很多小猫推荐我可以开始过极简生活，我知道我做不到，就是因为某部分的我需要适当的发泄跟奖励，才有办法继续前进。比如说学会1首歌就买1对耳环犒赏自己，这样的动力对一个有情绪障碍的人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才会有购物治疗这么一说。不光是买东西，有时候就只是想花钱吃东西、看场电影，或者在家按下购物车的结账按钮等等的。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后续效应是什么，就是当你想搬家的时候会搬到死。后来我不推荐这样的方法抒发情绪，原因很简单，它真的很有效，尤其是付款拿到衣服的那一瞬间。但
很快又会回到那个糟糕的情绪里面，而且它的副作用实在太高。看看2018年我完全没有存款就知道，当时我不是不能赚钱，而且也不是没有股票利息哦。现在我学会在适度消费和极简中取得一个平衡，买东西只买自己需要的，购物先考虑环保不浪费的可能性，有思考的消费其实比当个大爷疯狂刷卡更有挑战性哦。困难但效果好的行为，看书，是的，就是阅读。阅读治疗听过没有？没听过是不是？我现在就讲给你听听啊。阅读治疗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，首先由心理咨询师针对每一个人的不同需求，选择适当的图书作为媒介，当事人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新的认知，并与咨商员一同讨论、交流互动，使当事人获得领悟，进而有效地解决问题。而且，英国萨塞克大学从心跳次数等数据分别检阅阅读、听音乐、喝咖啡、打电动、散步等等的消除压力效果。阅读有68%，而且在安静的地方阅读，短短6分钟内就能获得超过60%以上的减压效果。当我在餐桌上分享这一段资讯的时候，我现任婆婆却不这么认为，她觉得现代资讯这么多，不见得一定要透过书籍才有办法获得改变。不过我想了一下，重点应该不是在吸收资讯，而是放在看书这个行为动作上。确实，每次我只要准备一杯咖啡，放一点沙发音乐，窝在自己舒服的角落看书看到睡着，不见得一定要有所得，而是这样的行为能让我安心和放松，让我想要远离伤害自己的念头。就是因为现在资讯过多，很多人会囫囵吞枣，完全没有筛视的吸收资讯，对于资讯有大量的不安全感，甚至害怕自己错过了什么。书籍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，用指尖感受纸张、书的温度和味道，它对我来说像是一个暗示，现在可以放松安心的享受一个人的时光，在这里不会有任何人想伤害你，对我来说很有效，欢迎大家试试哦。最后是困难且效果差的行为，改变饮食习惯。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因为减肥进行节食的经验？当你在肚子饿的时候，情绪非常容易暴躁。我们都知道吃原型食物对自己的健康很好，别提爱吃的几乎都是加工品。要吃到原型食物，说真的还没有那么方便。至少早餐店一半以上的菜单都先 out。维持运动的那一阵子，让我最痛苦的不是运动本身，而是为了搭配运动，必须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。说真的，我也不算是爱乱吃的人了，但突然减量到每天只能吃差不多的东西，不郁闷都弄到郁闷了。当然不是说这样的习惯不好，吃原型食物真的对身体很好。我会在饮食里面加入原型食物，只是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不会强迫自己这么做。重点就是在强迫自己的压力。原先是要让自己健康，结果反而造成心理上的迫害，这样好像有点得不偿失。也许我就是不适合这样的减重方式，爱吃的吃就要靠动更多来消耗。不过你现在都没在动啊，少啰嗦啦！如果真的觉得太困难，可以先从饮料下手，慢慢戒掉手摇饮，用花草茶等等来取代。以前不爱喝水的我，现在也能从容的喝掉1500cc 的水了。当然，身边的人也是有影响啦。以上就是我们都有小忧郁书中分享的4个象限的内容，完整内容没办法在影片里面一一说明。书中的内容包含了旅行、看漫画、打电动、停止比较等等，我觉得蛮包罗万象的，算是一本很轻松、很好阅读的口袋书，很适合轻度焦虑和略微忧郁的人翻阅。如果已经是确诊忧郁，看这个就没什么用处了。最近有窗口问我，如果你知道自己有忧郁症，为什么不去看医生？我知道我自己的问题就是害怕跟陌生人相处。医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，他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，而且医生会跟我说的话，90%我都能在书里找到答案。最后医生能给我的就是开药。所有精神性的药物都会有很大的副作用，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会让人思考变得缓慢迟钝。为了避免付出那样的代价，我选择自我治疗。我相信很多患者都在找
找不用吃药的方法跟这个世界和平共处。即便我找到的不是正确答案，但我仍然努力分享我找到的解答。也许哪一天我们都能靠自己走出那一片没有人能理解的黑暗。欢迎把影片分享给最近也在小忧郁的朋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用订阅代替掌声，或者按下喜欢，帮我突破演算法的同温层。我们下个星期说书时间再见，大家拜拜。我在影片下方关于有附上一个小小的心理测验网站，那个网站可以测验大家的忧郁分数，是这个小玉乱入的评分网站。我自己测的时候大概是30几分，他已经建议我应该要快点去找人咨商了。不过那是在我真的情绪很低潮的那一段时间，那我靠看美剧还有无止境的耍废，慢慢的走出那样的低潮，当然没有完全的出来，就是至少我可以恢复到开始录影片的这个工作状态。对，所以欢迎大家去测验看看自己的分数。那如果分数真的太高，请务必记得要去找人求救。OK。